沙烏地阿拉伯正在建造一座超科幻的垂直城市，它盖在沙漠的正中央，本体是2面巨大的镜面城墙。这个城市的长度呢有170公里，但宽度只有200公尺，高度则堪比台北101。这座超现实的城市到底是用来干嘛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The Line 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刚刚提到的这座科幻之城，名字叫做 The Line， 它是沙烏地阿拉伯2030愿景计划当中斥资1兆美金建设的巨型前瞻计划。沙国现任的王储穆罕默德呢，想要向世界证明沙国不止石油而已，更表示 The Line 完工之后将容纳900万沙烏地阿拉伯人民，让他们生活在全世界最宜居的地方。但期待带给人民幸福的 The Line 呢，从2021年开工以来，陆续传出了资金不足啊、虐待移工、强迫原住民搬迁等等的大型争议。2024年中呢，更是传出计划缩水到只剩下1% 的消息。今天这集呢，我们就会一起来聊聊这座科幻城市到底长什么样子，这个计划面临哪些的挑战，又爆出了什么样的争议，而沙烏地阿拉伯为什么要盖 The Line？ 不过在开始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关姐，冷知识比赛，我先。你知道吗？蜜蜂曾经是以吃昆虫为生，直到11年前花朵出现了之后，才改以吸花蜜为生。那你知道吗？蜜蜂会扭屁股跳8字舞，让同伴知道它的花蜜在哪里。你知道吗？秋天出生的工蜂呢，可以活比较久，因为呢刚好遇到冬眠期，它们可以多睡5个月。那你知道吗？女王蜂的寿命比普通工蜂长10倍，因为天天都有人喂它吃蜂王乳。你知道吗？法国娇兰皇家蜂王乳平衡油精华全新革命上市啊！首次精选3种黑蜂蜂蜜，结合独家法国蜂王乳，能启动肌肤修护根源因子，提升肌肤活性，对抗老化，让皮肤弹润紧致，就像睡了一场深沉好觉，获得深层修复。不要客气，你也来感受一下，一滴入肌，1秒渗透。这瓶精华不挑肤质，记起来不挑性别年龄，到指定网站填写资料就能够免费获得蜂蜜美肌密码修护3件礼，赶快点击资讯的链接抢先试用吧。点开任何一支 The Line 的宣传影片，你都会怀疑这么科幻城市真的做得出来吗？在里面不用车，你也能够在5分钟内去到任何的地方；不用核能与火力，也能够有供应无虞的电力。所有一切呢都有 AI 自动调节，连天气都能够设定。它的概念是将城市垂直化，在宽度只有200公尺，但高度有500公尺的城墙内，任何的医院啊、公园、学校、超市等等生活机能空间，只要上下垂直移动就能够抵达。而 The Line 呢，也同时极度的干净。沙烏地阿拉伯表示，他们要打造全世界首座完全净零碳排的城市，100%使用再生能源，包含了水力发电啊，以及城墙上面的太阳能板。城里没有汽车但有高铁能够在20分钟内贯穿全城，所有的居民呢都能够享受 AI 提供的各种生活服务。外界媒体形容 The Line 就像是沙漠中的新巴比伦，真实版移动迷宫，科幻版的未来之城。但沙烏地阿拉伯对未来的想象并不只是这样。我们刚刚说的 The Line 其实不是一座单独的城市计划，它是另外一个更大的 NEOM 计划当中的一部分。除了 The Line NEOM 计划当中呢，还有一个漂浮在红海上面，号称能够重新定义未来世界发展的工业城市，一座超奢华的度假岛屿，一个盖在高山上面，准备要用来举办2029年的冬季亚运会的滑雪度假城市。这个NEOM的整体建设预算呢，高达了5兆美金，占沙国2021年全国 GDP 的60%，总面积接近1个比利时。而 The Line 呢，是NEOM计划当中的核心建设，预计能够让35% 的沙国居民搬迁入住。不过有点尴尬的是，原本雄心壮志要在2030完工的 The Line 在2024年4月却被彭博社报道说进度大幅落后，只能够建出缩水90% 的迷你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2021年的初始计划，沙国王室喊出要在2030年盖完整个 The Line， 但后来呢又下修，变到延到2045年才完工，2030年呢改先完成第一阶段。这个第一阶段的意思呢是整座城市最核心的5公里，跟总长170公里相比，落差有点惊人。而更现实的是，根据彭博资料的报道，从目前的进度来看呢，他们恐怕连5公里也盖不完。2030年预计只能够完成2.4公里而已，就是最初蓝图的1%。The Line 进度落后的主要原因呢是资金的短缺，全球油价下跌，加上沙烏地阿拉伯同时要举办2030世博会、2034世足杯这些全球规模的展会呢，瓜分了沙国的财政预算。
然而 The Line 的计划团队呢，在彭博社刊登缩水报道之前，就抢先在NEOM官方 YouTube 发布了影片，表示建设进度一切都好，一定是大拇指的啦。但2024年NEOM走访了北京、上海、香港以及首尔啊、东京、华盛顿、巴黎、伦敦等等的国际城市，希望获得投资。可是大家似乎都对 The Line 能不能够真的盖出来持保留态度。就算呢有一些团队投入了一些资金，对于1兆美金的总预算来说，也是杯水车薪。而投资者的顾虑不是空穴来风，因为从专家学者的角度来看，建造 The Line 至少要花50年，NEOM团队最初企图只用9年，甚至修正之后呢，也还是只有25年来达成目标，要么是不可能任务，要么呢就是会出现大量的劳工剥削等等的人权问题。果不其然，The Line 不只是工程延宕，在这3年之内也被爆料呢染上了大量的劳工鲜血。2024年底，有媒体报道，至今已经有21000名外籍劳工在建造 The Line 的过程当中死亡，平均每1天就有8个人失去性命。整个NEOM计划建设当中呢，更有10万人被通报失踪。The Line 的工地当中呢，传出了工时严重的过长、工资被克扣，还有在强烈曝晒下过劳等等的糟糕问题。有劳工表示自己过得像奴隶。根据沙烏地阿拉伯管理外籍劳工的卡拉法制，沙俄国的雇主呢可以单方面的决定劳动契约，限制劳工出境，而劳工未经雇主允许不能够更换工作。这样子严重失衡的劳资关系甚至限制了劳工人身自由，被人权组织批评是现代奴隶制。而不止如此，The Line 呢为了征收土地，强制驱离了当地上万名的原住民，少数为了家园抗争的人都遭到了政府的强力打压，有3名抗议人士被捕之后，甚至直接被判处死刑。BBC 呢也刊登报道指出，沙国军队获准使用致命武力驱逐不想离开的人。不过，针对刚刚说到的种种人权争议沙国政府反驳都是谣言，更声称政府非常积极落实对于劳工权益的保障，说死亡数字都是灌水。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让大家买单，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从计划期间一直到今天的种种迹象看来，这一切都非常符合外界对于沙国现任王储 MBS 的长期印象。那么这位 MBS 又是谁？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吗？MBS 呢是外界对于沙烏地阿拉伯现任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尔曼的简称，他是沙国目前继承顺位第1的王子，而因为现任的国王年事已高，所以其实 MBS 呢早就已经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实际掌权者，握有全国的军事权力。他以上任太子呢就在2016年提出了2030愿景计划，要让沙烏地阿拉伯成为现代化的富裕强国，同时也很积极的经营国际关系，展现出野心勃勃的改革者形象。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一言不合就攻打也门肃清10几个兄弟，成为了宫斗冠军，以及他最知名的代表作2018年异议记者被暗杀分尸事件，种种事迹呢都让他成了残酷、冷血、强硬的争议性人物。所以外界一般认为在他的行事风格之下，如果The Line有什么罔顾人权争议，那也一点都不意外。不过从 MBS 的角度来看呢，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沙烏地阿拉伯摆脱石油经济，把自己的国家打造成绿能、采矿、物流、体育、音乐、旅游、数位服务、金融还有创业的强国。可是当石油大亨不是很赚钱吗？为什么要转型呢？MBS 想要摆脱对于石油的依赖主要有3大原因。首先，他曾经表示，强大的石油经济已经妨碍了其他国民经济领域的发展，而这会导致下一个问题，那就是只依赖单一收入。如果遇到原油下跌，沙国的经济就可能大幅的震荡，更可能出现灾难性的财政赤字。最后，世界各国为了实现巴黎协定，控制全球的气候升温，大家必须在2030年让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45%， 并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当各国的趋势都是要想办法摆脱石油能源，沙烏地阿拉伯自己当然也必不可免的需要转型。所以 MBS 认为呢，他所主导的NEOM计划就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与示范。他们用国有石油巨头沙烏地阿美公司的营收投资国外企业与国内大型建设，希望改善交通、改变城市，并且促进旅游观光产业。而且 The Line 当中各种科幻的设定还有想象，如果真的实现了， MBS 就能够让世界承认沙烏地阿拉伯确实是一个超越当代、领先全球的强盛大国未来标杆。这样策略听起来或许遥不可及但他认为以前我们的邻居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能够做到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呢？
像沙烏地阿拉伯一样想要摆脱石油经济的西亚国家其实很多。从1995年开始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很努力的推动石油转型。他们在杜拜这座城市发展房地产营造业、观光业、金融业，吸引全球的富豪来到杜拜投资，并成功的从零建造出杜拜最知名的度假胜地朱美拉棕榈岛。朱美拉棕榈岛上面呢，有斥资15亿美元的全球最豪华酒店亚特兰提斯酒店。岛本身呢，更是世界上面最贵最大的人工岛屿，是杜拜工程技术与野心的展现。盖完之后，号称世界第8大奇景。不过，很少人知道，跟朱美拉棕榈岛同时进行的巨型建设计划，其实还有另外3个。其中，世界群岛呢是杜拜依照世界地图的形状，串联300座大大小小的岛屿组成。原本打算投入超过150亿美金打造，却因为遇到2008年金融海啸而烂尾到今天。如今，世界群岛除了40座岛屿已经开发完成，其他296座全部都还是一片沙漠。不过，杜拜并没有放弃哦。2023年，他们重启了这一系列的建设计划。杜拜的领导人更表示，他有信心看见愿景化为现实。所以 The Line 会盖完吗？从杜拜案例来看呢，我们觉得或许真正的问题是你能够等多久。像沙烏地阿拉伯这样子拥有石油资源的君主专制国家呢，即使打造巨型建设的资金会庞大到不可思议，但只要不至于真的冲垮到整个国家，对他们来说一时的烂尾或许都只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猜测只要王朝还在，执政者有野心，弄得到钱，技术到位，把线性垂直城市盖出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我们也相信，要是 The Line 真的完工，那一定会很壮观。但继续往下想的话，我们也会忍不住疑惑，那里面真的能够住人吗？住在那边真的宜居，或是能够感到幸福吗？虽然 MBS 表示建设这座城市是为了带领国家走向更伟大的道路，但在征用土地新建的过程当中，它可能已经牺牲了很多人的权益，甚至是生命。此外，假设 The Line 里面真的高度的依赖 AI 或是大数据来运作，那某种程度来说，这座城市也给掌权者对于人民更强的控制机会。尤其就像刚刚说到，沙烏地阿拉伯呢又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我们话就先说到这里。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The Line 的科幻感或许不只是来自于它的高科技，也来自于它正呈现了一种典型的 Cyberpunk 世界观。最有权力的人呢，可以决定谁有资格入住 The Line， 谁只能够被赶走。而真正住进 The Line 的人，虽然能够享受城市的高科技机能，却要用500公尺高的城墙、模组化的生活空间、没有个人交通工具以及无所不在的监控来交换。这样它真的能说是带来幸福的城市吗？这个问题就让我们拉回来问问大家看完这集，你对于沙烏地阿拉伯的未来之城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沙烏地阿拉伯果真是富到流油，有钱就任性，必定烂尾，已经烂尾。但要是有生之年它盖完了，我还是会想要去看看。这虽然看起来很宜居但完全不会想要移居。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沙烏地阿拉伯正在建造一座科幻垂直城市。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 Cyberpunk 以及印尼迁都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